参见太后娘娘。启禀娘娘，老奴按娘娘懿旨，在宫中清理搜查。然而今日查至杨芷差时，竟从江雪宁房间搜出此物，是夹在书案上一本书中。若非仔细翻找，只怕藏得隐蔽，也未必能发现。妖言惑众都惑到宫里来了，了不起啊！深夜吵闹着要见哀家，意欲何为？回太后娘娘，臣女不过闺阁一小小女子，怎会与逆党有所勾结？且这张纸上的字迹分明不由我所出。近日来，臣女在凤臣殿所写字迹，可用以对照，还请太后娘娘明察。臣女虽不知这张纸为何会出现在臣女房中，可绝非臣女所为。你把自己倒是撇得一干二净啊！清者自清，臣女无愧于心。这和当初给哀家请安时的你，可十分不一样啊！你爹可是新任的户部尚书江伯猷。是。哀家听闻，江家与永义侯府相交甚密，你与燕林也似乎非常有情谊。娘娘明察，此传闻乃是不实。永义侯府门庭高贵，岂是臣女能高攀得起？一派胡言！你与燕林只差谈婚论嫁，你还想瞒着哀家？二叔，此事与燕林何干啊？太后娘娘自有公断，你我慎言。太后一定要将永义侯府搅和在这场乱世里，所图不善。我绝不能扯上燕林。可若在这宫里，黑白全凭他们说，该怎么才能洗刷燕家和我的嫌疑？黄仁礼，老奴在。拖下去，停杖，打到他招为止。哀家倒要看看，是他的骨头硬，还是杖硬。是。谁敢动我？你要干什么？回太后，本朝律令，后宫不得干政。太后娘娘固然可以法责后宫，可臣女非宫中之人，若依律令，牵扯逆党一案，当交由前朝来查。娘娘凭什么滥用私刑？你是在斥责哀家？臣女不敢，只是臣女再不及娘娘尊崇，也是堂堂尚书之女。代前历来一应权贵官司，要么交由圣上审批收入诏狱，要么告至刑部清查会审。娘娘仅批一张纸，就要对臣女动刑，就不怕落得屈打成招的骂名，让前朝大臣不安吗？你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在。大臣之女若是这般不明不白死在宫中，可是件棘手之事。便是想敷衍过去，只怕前朝也未必有人肯罢休。臣女知道，太后娘娘想要的是真相，而非一具不清不楚的尸体。好一张巧舌如簧的嘴！看来哀家是整治不了你，那就找能治你的人来。来人，在。拿着哀家的令牌到刑部去，找个能断案的人来。可是娘娘，刑部衙门在南边，这一来一回，怕是要1个时辰的光景。那咱们就一起陪着江姑娘等。是。臣女多谢太后娘娘成全。若交由刑部，至少不会牵连到燕陵，纵然受些拷打之刑，也是值得了。哎，痛！哎，你松手！哎呦，什么玉如意，什么江姑娘，你总要跟我说明白呀！谢先生说了，让你立刻入宫求见太后，只说是奉命追查玉如意案，护下江姑娘。托我今夜他自有安排。哇，这不是荒唐吗？我这名不正言不顺的，太后能让我查案吗？我再想。别想了。
这是圣上亲赐给仙人可以自由入宫的令牌。哎呀，陈大人就别想这么多了，再玩就真来不及了。我要想想。陈大人，宫里来人了。哎，陈大人，今儿是您当值啊！太后娘娘有令，还请您随我入宫一趟吧。他一个人惹事，让我们跟着收敛，算什么道理？没听见太后娘娘说吗？若不是江姑娘，咱们都有嫌疑，自然不能随意离去了。方妙姐姐，你不是能掐会算吗？能不能看看那张纸到底是谁的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算什么算？长点心吧。已经跪了1个时辰了，江二姑娘不累吗？回太后，累自是累的，只不过事关生死，臣女不敢懈怠。哀家可听说，刑部审问的手段，即便是活人也要扒去3层皮，任你再牙尖嘴利，到时候恐怕也派不上半分用场。古人云：“异于心之所善泄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”只要能洗刷冤屈，不叫有心之人污蔑了臣女，受点苦又何妨？哼，不见棺材不掉泪呀。好，那哀家就看看，你这骨头啊，能硬到几时？娘娘，人到了。臣刑部侍郎陈莹蒙诏，向太后娘娘请安。臣刑科给事中张遮，拜见太后娘娘。刑科给事中，不过是个7品小官吧？回太后娘娘，张大人入刑部短短10日，就已经处理妥当积压了大半年的刑名之事，乃是个中好手。臣唯恐力薄，慢待了娘娘之事，是以带了张大人。案情之事，路上都已经知晓了吗？都已经说过了。那你2人就给我好好的查，看看幕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小人在作祟。敢问今日一案的物证现在何处？陈大人，请看。张大人也看看。白鹿纸，普通信笺尺寸，楷体字迹。臣在来的路上已阅了玉如意上所刻内容的拓本，的确与此信内容无异。张大人的意思是，这东西在谁的手里，谁就与逆党有关？未必。物证如此明晰，还只是未必？张大人是何居心呢？与逆党有关之事本就错综复杂，律例有言，无证不罪。单凭一张纸尚不能定罪，还需查清原委，方能断言。张大人果然是个直臣呢。那是自然。敢问此物是何人、何时、从何处搜来？是咱家依娘娘之命在宫中清查，今夜亥正一刻，自杨芷斋、江雪宁房间抄检而出。房中很大，我问的是何处？是夹在书案上的一本书中，藏得十分隐秘，若非仔细翻找，恐怕是难以发现的。什么书？这个……回大人的话，小的不大识得字，就记得那书皮上有4个字，只认得一个画字。书呢？没一并抄来。问你呢？这是围炉诗画。臣女的案上只放了这一本书，且在黄公公带人来搜查前1个时辰刚刚读过，案上其余都是些笔墨纸砚，是已记得清楚。娘娘，臣观这位姑娘脸色不对，可否恩准她先起身？臣只恐审问一半，她就晕厥过去，会耽误案情的。哼，只怕她不把我这泰安殿掀了都是好的。
你起来吧。是。还请大人明察，此旨与臣女绝无关系，也绝非臣女自己。空口无凭，如何自证？臣女可为江二姑娘作证。太后娘娘，张大人，臣女略晓书法，江二姑娘最初写的乃是行草，后随先生学习楷书，可尚如孩童蹒跚学步，断写不出此页字迹。多谢薛大姑娘。这位姑娘所言虽有佐证，但字迹仍有仿写的可能，暂且不论。洪公公，张大人，您今日要去羊脂斋查抄的消息，都有谁知道？因兹事体大，杂家也怕有奸邪事先藏匿，是以不敢提前声张此事。拢共也就手底下几个太监知晓。不过，刑部问话，如实作答便是。是。不过杂家是有时得太后之命，自西宫开始查起，夜查羊脂斋是亥时，中间有2个时辰，也许有走漏风声。敢问黄公公，羊脂斋工人现在何处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一案公归，暂作拘缉。不够，所有今日进出过羊脂斋的，且从虚正到亥正这一个时辰都还在的工人，都应当拘禁，以备讯问。张大人的意思，像是想证明此事系旁人陷害，为什么不先问问此事嫌疑最大的人呢？太后娘娘稍安勿躁，若要证明此物与江二姑娘有关，并不困难。张大人有办法？宫内对于出入物时检查极严，伴读入宫之初，皆要查过所携之物。所以，若非是江二姑娘买通了当时检查的工人，那此夜作乱妖言便该出自宫中。兵役纸3刀，白鹿纸2刀。宫中一应纸品皆有定例，不许肆意火焚，便有用过也收于一处，管制甚严。这页纸乃是宫中所用之白鹿纸，羊脂斋个人送到多少，用过多少，内务府处该有记录。太后娘娘若怀疑此言乃是江二姑娘所写，与玉如意案有牵扯，不妨下令调内务府用度账册，再查羊脂斋的指数。倘若江二姑娘指数对不上，少了些许，此罪之嫌疑便要添上5分。张哲素来严谨，这话说的却有些不对劲啊。难道他是想……阿叔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没什么，从纸本身查起，确实另辟蹊径，只是觉得这话单凭指数论断，未免有些草率了。张大人乃是神断，说不定有他的道理。这倒是个法子。黄日礼，老奴这就去查。等等，羊脂斋毕竟是闺秀居所，查只是细事，既有先前拘禁之宫娥，不如叫他们从旁协助。毕竟都伺候过伴读，也知道的细些。夜色将深，下官与陈大人外臣入宫办案，多显不便，也恐拖得太久。就按张大人说的办吧。是。请太后娘娘准许微臣在外等候。准。女儿家的住处精致，且多有私隐之处。张大人特意点了宫娥去协查，也不知是怕冒犯了羊脂斋的哪位姑娘。讨厌，娘娘面前你莫要放肆。张大人，你给我透个底，这江姑娘看起来有几分像被冤枉的呀？陈大人当真关心？这是自然的，我们刑部断案又是如此大的案，我身为侍郎自然要关心，否则也不会带上张大人你呀。大人叫我来，无非是担心真相并非如太后娘娘所愿。若太后娘娘怪罪下来，
也好有人顶罪。张大人这话说的，我好歹是你上级，岂能让你一人承担呢？无妨，下官只关心案情，真相到底如何，一会儿自见分晓。圣上驾到！微臣见过圣上。免礼。先前得闻泰安殿奏报，大体知道出了什么事，查得如何了？正查到关键处，已令人去杨芷斋与内务府核对指数。大夫，父亲怎么样了？总算是稳定了，之后须得按时服药，好生静养才是。多谢大夫。也多谢诸位了。好了，我送柳大夫出去吧。今日多谢柳大夫替谢某保密，没有将咽喉叶中毒之事告诉燕世子。老夫曾受先生大恩，先生所托自当完成。其实侯爷的剑伤本是不深，但那剑上的毒却是阴毒的很，老夫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毒性。多亏了大人给的解药方子，还是多谢柳大夫了。道情，悄悄把柳大夫送出去吧。是，柳大夫，这边请。这毒虽然瞒下了，但侯爷遇刺的事儿，这严离能善罢甘休吗？无凭无据，只会反被薛家扣上诬陷的罪名。我会让他先按兵不动的。关近日之事，的确是薛家所为，但这剑上的毒，却出自平南王一脉。看来这宫一成，已经在薛家的刺客中安插了人手。他想借着薛远的计划，趁机除掉咽喉叶。恐怕这薛远做了他人的刀剑都不自知。的确如此，但这宫一成在暗，我们在明，他又知道你的身份，我们行事起来难免投鼠忌器。让道情尽快找到宫一成，我必须见到他。今日咱们动静可不小啊，你可想好明天要如何收场？倘若圣上察觉了你插手侯府的事儿，总得找个圆满的说辞。放心，我自有考量。先生，你怎么翻进来了？宫里情况如何？说来也巧了，属下正准备按照您的吩咐，把那陈英送进宫去。谁料太后那边竟派人指明要刑部入宫查案，倒也省得动用先生的玉牌了。这宁儿不是个坐以待毙的性子，定是他想办法把事情闹大的。刑部接手此案，倒是觉了宫中有心之人的布局，不按对方常理出牌，正是破局的开始。那陈英推说他不会查案，本不想去的。不过那张遮也在刑部衙门里当值，陈英知道他是断案高手，便带着他一起去了。张遮，圣上息怒，乱臣贼子妖言惑众罢了，不日便会连根拔起，为此弃着龙体不值当。连圣上都惊动了，你好大的本事！回娘娘，逆党一日不除，宫中人心惶惶，圣上与娘娘忧心难寐，臣女理应分忧。启奏圣上，回禀娘娘，老奴奉命核查杨芷斋之术，核得内务府共拨白鹿指16刀，又有长公主殿下授意为江雪宁添白鹿指1刀，兵役指1刀。少废话，就说纸少了没少？少了，正少了1张。证据确凿，现在你倒是说说，少的那张纸去哪儿了？